第117章生死逃亡。漆黑的石门处，十几道影子缓缓从门外的黑暗中航出，最后将石门堵得死死的。一道人影从后面走出，最后在月光时的照耀下露出了其面目，正是那狼头佣兵团的少团长穆力。目光先是在石室内部的几堆金光闪闪的金币上扫过，穆力眼中掠过一抹贪婪，舔了舔嘴，视线瞟了瞟那已经被萧炎两人打开的石盒，不由微笑道：抱歉，打扰两位了。缓缓地握紧手中的钥匙，萧炎脸色有些阴沉，瞥了一眼身旁柳眉道树的小医仙，对着穆力冷冷地道：你跟踪我们？算不上跟踪吧，早在几日前我便得到了小医仙寻找到宝洞的情报，不过因为不知道确切位置，所以耸了耸肩。穆力含笑道：你是如何得知的情报？这件事我只与我的助手丽妃提过。你收买了他？小医仙俏脸上先是闪过一抹疑惑，紧接着迅速愤怒了起来。哼，那女人挺傻，不过是随便一点花言巧语，便是乖乖的把什么东西都说了出来。穆力微微一笑，却并未否认小医仙的猜测。你这个混蛋！柳眉道树，小医仙斥骂道：抱歉，这些东西对我们狼头佣兵团太过重要，只要拥有了它们，我们便能轻易吞并青山镇的所有势力，到时候才能有资格与实力向外发展。我的目光可不想仅仅局限在这小小的镇子之中。穆力淡淡的道：把东西交给我吧，小医仙，我对你的感情你应该很清楚，只要你跟着我，日后等我掌管了狼头佣兵团，绝对不会亏待你。目光泛着深情地盯着小医仙，穆力声音缓缓地变柔了下来：跟着你？我现在和你说话都觉得恶心。红润的小嘴挑起嘲讽，小医仙的声音颇为刻薄，看来穆力收买他身边人的举动实在是让得他极为的愤怒。笑了笑，穆力眼中掠过丝丝阴冷，轻声道：没关系，我会把你强行留在身边的。说完，穆力将目光转移向了一旁沉默的萧炎，含笑道：早说了让你加入狼头佣兵团，可你却偏偏不听，现在就算你想加入，那也是晚了。一个连大斗师都没有的佣兵团也能如此嚣张？摸了摸鼻子，萧炎讥讽着摇了摇头：至少杀你非常简单。微微一笑，穆力的笑容中杀意凛然。把东西交出来吧，留你个全尸。双臂抱着胸口，穆力阴冷地瞥向萧炎。萧炎阴沉地扯了扯嘴，目光在那将石门完全堵死的10多名佣兵胸口处的等级徽章上扫过。这10多名佣兵实力都在斗者4星以及5星左右，而且穆力的实力更是在6星级别。心中盘算了一下对方的阵容，萧炎的心微微沉了沉。他自己现在最多仅能对付一名4星斗者，不过若是取下背上黑色重剑后，他应该能够与6星斗者相抗衡一段时间。可此这时的石门处足足有10多名实力不俗的佣兵，以萧炎此时的实力，若被他们围攻的话，正常情况下十有八九会被斩杀当场。老师，心中呼喊了一声药老，不过却未有半点回应。萧炎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看来想要让药老出手解围是有些不可能了。穆力抱着膀子站在石门中央处，满脸戏谑地望着场中脸色急速变化的萧炎，心头忽然有种猫戏老鼠的快感。虽然你天赋不错，不过翅膀却还未长硬。说真的，我很怕你日后的报复，所以为了杜绝这种会让我寝食难安的情况发生，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手臂，穆力微笑道：他从小便被他的父亲告诫，不管日后招惹到什么人，若是有机会，一定要赶尽杀绝，绝对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一丝死灰复燃的报复机会。森然地瞥了一眼笑容满面的穆力，萧炎眼眸微眯，这么多年来可一直都是他在欺负人，可还真没遇见过这种被人即将围杀的状况。你说得很对，若是有机会出去，我会把狼头佣兵团搞得鸡犬不宁。嘴角泛起阴冷，萧炎阴声道：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向我露出敌意的勇气，不过这也同时更加深了我要永久把你留在这里的决定。穆力笑道，眼瞳中充斥着杀意。萧炎抬了抬眼皮，
漆黑的眼眸中同样是杀气凛然。就在萧炎心中思量着如何突困时，那背在身后的一只手掌忽然一动，似乎有着什么东西被悄悄地塞了进来。眼眸微眯，萧炎不着痕迹地握了握手掌，眼角随意地瞥向紧贴着身旁的小医仙，这是先前的催眠药粉。小医仙红唇微微蠕动，细微的声音传进了萧炎耳中。轻点了点头，萧炎目光迅速在石室内部的墙壁上扫过，望着那3枚散发着淡淡光芒的月光石，心头微微一动。待会紧跟着我。萧炎脸色凝重的低声吩咐了一句。乖巧的点了点头。这时候小医仙也只得把所有的脱困希望放在萧炎身上了。动手杀了那小子，注意别给我伤着小医仙了，那可是我内定的女人。望着两人，穆丽森然的一挥手，冷喝道：是。听得穆丽的命令，其身后的10多名佣兵顿时分出5名，然后满脸凶光地对着萧炎两人扑来。瞧着那虽然过来了5名，可依然被堵得严实的石门，萧炎眉头一皱，这些佣兵的谨慎让得他颇为头疼。砰！目光扫了扫急扑而来的5名佣兵，萧炎手掌一扬，强猛的劲气将手中的小袋药粉送上了半空，然后骤然爆炸开来，洒落的药粉顿时弥漫了整个石室。屏住呼吸，门边的人不准移动，把门堵死。马四，攻击他们！望着弥漫石室的药粉，穆丽脸色微变，急喝道。穆丽的命令让得骚乱的佣兵们迅速平静了下来。室内的5名佣兵抽出腰间的武器，眼中凶光毕露地对着不远处的萧炎两人冲去。一手拉着小医仙，萧炎身形急退间，手掌猛然曲卷，然后对着那被悬挂在墙壁上月光石一吸，顿时月光石便是脱离束缚，被萧炎牢牢地抓在了手中。手掌一转，月光石便被装进了那戒之中，而失去了一枚照明所用的月光石，石室内的光芒顿时暗淡了几分。收了一枚月光石，萧炎脸色凝重的急速移动，右掌吸扯间，另外2枚也是被准确地收进了戒指之中。当最后一枚月光石装进戒指之中后，石室内骤然变得黑暗了下来。在黑暗降临的刹那，萧炎拉着小医仙，身形一转，径直对着记忆中的石门位置处暴冲而去。不要慌，拿出火折子，门口的人不准乱动，室内的人也不准过来，记住，谁敢来到门边，不管是谁，杀！突如其来的黑暗让得穆丽脸色阴沉，不过他毕竟心机不错，当下急忙暴喝道。有了指挥人，狼头佣兵团员们也是平缓下了慌乱，一些带有火折子的佣兵赶忙从怀中掏出，然而当他们刚欲举起之时，面前疾风掠过，蕴含着凶猛劲气的手掌便是重重地轰在了胸口之上，顿时几名措手不及的佣兵便是一声闷哼，重重地坐倒在了地面上。他过来了，他来石门处了，拦住他！被攻击的佣兵忍着剧痛大喊道。听得手下的大喊声，穆丽脸色再次一沉，脚步向后急退了几步，刚好落在石门最外边，同时也把石门的空间完全地堵了下去。砰！强猛的劲气从前方猛然爆射而来，石门处的几名实力在5星斗者级别的佣兵，若不是反应及时，差点被这股劲气吹飞了去。不过饶是如此，几人的身形也是被推得踉跄了起来。在几人身形不稳时，2道疾风犹如泥鳅一般从他们的缝隙中悄悄地溜了出去，而当他们回过神时，却已经是阻拦不及，当下只得对着最后一名的穆丽急喝道：少团长，他们冲你来了！眼瞳微缩，穆丽双脚缓缓摊开，将狭窄的通道堵死，双掌紧握，其上淡绿的斗气逐渐涌动，而在绿色斗气的渲染之下，那双肉拳竟然开始逐渐变成犹如木头一般的颜色。我倒要看看你这2星斗者如何在正面碰撞中将我击退。冷笑了一声，穆丽从怀中掏出一枚夜明珠，向前一丢，微弱的光芒虽然只能照亮附近2-3尺的地带，不过这对于狭窄的通道来说却已经是足够。夜明珠刚刚丢出，2道影子便是从上急速跨过，借助着夜明珠的毫光，穆丽能够模糊地看见
少年脸庞上的杀意。给我滚回去！望着犹如飞蛾扑火般的萧炎，穆丽冷笑了一声，那如同一对木头制作的拳头泛着绿色光芒，带起一股凶悍的劲气，狠狠地对着萧炎怒砸而去。玄阶低级斗技木之硬化，迎面而来的劲气将萧炎的脸庞刺得微微发疼。抬了抬眼，他能清楚地看见穆丽眼瞳中所隐藏的狰狞。妈的！心中骂了一声，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双掌骤然反握住背上巨大黑剑，一声暴喝，巨剑顿时离开背面，手掌一转，巨剑便被收进了那戒之中。巨剑一消失，萧炎的速度几乎是在眨眼间暴涨了起来，体内略微流动的有些迟缓的斗气，在此刻也是犹如潮水奔腾一般，疯狂地涌动在经脉之中。经过压抑之后，萧炎终于是第一次爆发，拳头紧握，一条条青筋不断地鼓动着，令人惊恐的力量正在急速凝聚。感受到体内那奔腾流动的斗气，少年清秀的脸庞上涌上了疯狂的战意，眼瞳有些阴冷地瞥着那已经近在咫尺的穆丽，体内的斗气开始顺着斗技的脉络狂猛运转。八级崩！响起在心头的喝声，几乎是让得萧炎的衣袖口骤然间紧绷了起来。本来柔软的布料，此刻却是堪比钢铁。袖口鼓动中蕴含着强横的劲气，萧炎的拳头先是猛然一缩，瞬间之后爆射而出。砰！两只拳头在狭窄的山洞中轰然相遇，闷雷般的声音在通道中久久不息。瞧着那竟然与自己不相上下的萧炎，穆丽脸色微微一变，他没想到这不过是眨眼时间，这家伙的实力居然便是连跳了好几级。我拖住他了，快点杀了他，不惜代价！一声阴冷的咆哮从穆丽的喉咙中吼出，萧炎此时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让得这位心机颇深的少团长有些惊慌了起来。小小年纪竟然便能与身为6星斗者的自己相抗衡，若是再等个1-2年，那还了得。如果让他逃出了此地，日后的狼头佣兵团绝对会遭受到毁灭般的打击。只要一想到日后那铺天盖地的报复，穆丽心头便是杀意狂涌。听得穆丽的喝声，萧炎嘴角挑起一抹嘲讽与森然，嘴唇微动，爆！砰！又是一声闷响乍然响起，不过这记闷响竟然是从穆丽的身体之内传出。噗嗤！忽然在体内爆炸的劲气让得穆丽脸色瞬间惨白，身体一阵摇晃，终于是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走！击倒穆丽，萧炎强行忍住了当场击杀他的诱惑，当机立断的一把拉住身后的小医仙，然后头也不回的对着山洞之外急窜而出。而在萧炎前脚刚走，10多名佣兵便是从石室内冲了出来，望着地面上脸色惨白的穆丽，都不由得满脸骇然。实力在6星斗者的少团长竟然会被那名少年打败，这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让得所有人有着片刻的呆滞。白痴，还愣着做什么？去追啊，一定要杀了那小子，出去之后放信号，让埋伏在上面的人截杀。望着这些呆头呆脑的树下，穆丽再次一口鲜血喷出，暴怒地吼道：是！穆丽的吼声让得这些佣兵恢复了清醒，急忙应了一声，然后身形掠过，疯狂地对着萧炎两人追击而去。艰难地撑起身子，穆丽斜靠在石壁之上，重重地出了一口气，眼瞳中闪过一抹狰狞，拳头重重地砸在石面上，森然道：小杂种，别让我逮着你，不然定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萧炎面无表情地拉着小医仙不断地对外冲掠着，缩在袖口中的拳头滴着嫣红的鲜血。自从学会了8级崩的暗劲爆发之后，这是萧炎第一次用来对敌，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不过与穆丽的正面对冲也让得他受了一些伤。以穆丽的心机，在悬崖之上肯定还有狼头佣兵团的佣兵。急促地喘着气，小医仙提醒道：只有爬上悬崖，我们才能混入森林中逃脱，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萧炎沉声道：出去之后不要攀上去，如果被他们砍断了绳子，我们就得葬身在悬崖之底了。不上去，难道你还想跳崖？或者等着他们出来围杀我们？脚步不伐不停，
萧炎皱眉道。咬了咬红唇，小医仙似是决定了什么，开口道：“我能带你离开。”心头微微一动，萧炎沉默：“别磨磨蹭蹭了，你帮了我，我不会害你的。”望着萧炎犹豫的模样，小医仙怎能不知道这小心谨慎的家伙在想什么，当下无奈地催促道。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微微点头。见到萧炎点头，小医仙从怀中掏出一支短短的竹笛，将之放在小嘴中，轻轻一吹，一道有些奇异的声波从笛中迅速传出，然后通过通道，最后盘旋在悬崖之外的夜空。你在干什么？望着那隐隐散发着月光的细小洞口，萧炎忍不住的好奇问道。召唤我的伙伴。扬了扬手中的竹笛，小医仙俏皮的笑道，一只一阶的蓝鹰，飞行魔兽。闻言，萧炎略感诧异，见到小医仙点头后，欣喜顿时浮现脸庞，这下有救了。可惜还有最后一个食盒没被打开。脚步紧跟着萧炎，小医仙有些惋惜的道：算了，别贪多了，以后有机会找他拿回来就是。萧炎脸庞浮现许些阴冷，嘿嘿，本来还在为以后的苦修入字的枯燥而苦恼，没想到这家伙却自己送些乐子过来。好吧，狼头佣兵团，小爷在魔兽山脉的这些日子就和你们耗上了。再次顺着黑暗的通道疾跑了一阵，那洞口的月光越来越明亮，瞬间之后，两人眼前骤然一亮，漫天繁星以及那硕大的银月便是出现在了视线之内。出现在洞口，萧炎眼疾手快地拉着小医仙贴着石壁，目光悄悄地向悬崖上瞟了瞟，果然是发现在悬崖之上不少人影正拿着火把四处巡逻着，果然还留了一手。骂了一声，萧炎耳朵贴在地面，旋即沉声道：追兵快来了，你那头飞行魔兽呢？小医仙美眸在夜空中扫了扫，再次将竹笛放进小嘴中，奇异的声波悄无声息地在夜空回荡着。厉！随着声波传出不久，一声尖锐的叫声便是在夜空响彻而起。借助着月光的照耀，萧炎能够模糊地看见，在那大山深处，一头通体蔚蓝的巨大老鹰正在急速地掠过，仅仅是片刻时间，便是在悬崖之下盘旋了起来。走吧。望着蓝鹰的到达，小医仙顿时松了一口气，对着萧炎招了招手，微微点了点头。萧炎回过头，望着那已经能够看见一些人影的山洞，冷冷一笑，手臂揽过小医仙的纤腰，身形一跃，径直跳上了那头巨大的蓝鹰。小蓝，快走！跃上了鹰身，小医仙急忙催促道。听得小医仙的声音，蓝鹰顿时双翅一震，巨大的劲风扑闪而过，然后载着背上的两人冲天起，射下他。望着两人竟然登上了蓝鹰，那出现在山洞口处的10多名佣兵急忙对着悬崖上喝道：咻咻咻！听得下方的喝声，悬崖之上略微骚乱了一阵，旋即一阵箭雨猛然破空而出，对着空中的蓝鹰急射而去。望着那射来的箭雨，萧炎心头微微一惊，刚欲出手将之震退，脚下的蓝鹰却是双翅猛地一震，淡青色的狂风吹拂而出，顿时便将一波箭雨山落下了悬崖之中。蹲下身子，狂风将小医仙的长发吹得有些凌乱，玉手温柔地摸着蓝鹰的身子，回过头对着萧炎笑道：现在安全了。呼，重重地松了一口气，萧炎身体软软地坐在蓝鹰身体之上，低下头望着那急速倒退的树林，心头略微有些发肃，他可是第一次飞这么高。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萧炎全身发软，先前的那般高强度战斗实在是让得他极为的疲惫。坐在蓝鹰之上，萧炎俯视着那处山洞，森然的视线紧紧地盯着那被一名佣兵扶着站在洞口处的穆丽，两双目光在夜空中对视，彼此都是狰狞一笑，毫不收敛地释放着对对方的杀意。蓝鹰逐渐远去，萧炎也是收回了目光，偏过头望着小医仙问道：你打算去哪？仙指掠开额前的青丝，迎面而来的狂风将衣衫吹得紧紧地贴在小医仙的身体上，隐隐地露出美妙曲线。我回采药队。小医仙淡淡地笑道。你还回去？穆离那家伙说不定也会回去啊。闻言，
萧炎有些惊异的道：“呵呵，回到了采药队，他便再不敢对我做什么。”小医仙微笑道：“以他在青山镇的名声，茉莉若是不想惹起众怒的话，便绝对不敢再对他出手。而且回到青山镇后，他更不敢动手。万药斋的势力不会比狼头佣兵团小，而且另外2大佣兵团的首领都曾经欠了我的人情。既然这样，那便随你吧。”微微点了点头。从那些佣兵看待小医仙的目光来看，萧炎便能知道他在小镇中拥有何种声望，所以也并不太担心他的安全。“你呢？”偏过头，小医仙微笑着问道。“我？嘿嘿，我就不回去了。我没有你那种声望，穆莉想要杀我，肯定没人会阻拦。而且以我所表现出来的实力，那家伙一定会想尽办法杀了我，所以我不能再回青山小镇了。”手掌紧抓着蓝鹰的羽毛，萧炎笑道：“你要离开？”闻言，小医仙有些迟疑地问道：“离开？嘿嘿，我萧炎可不会干那种夹着尾巴灰溜溜逃跑的事情。我以后会在魔兽山脉修炼一段时间，然后再找狼头佣兵团慢慢算账。”萧炎淡笑道：“狼头佣兵团的团长是一位2星斗师，你若是想报复，可得小心一些。”沉默了一下，小医仙郑重地提醒道：“安啦，斗师而已，又不是没见过。”随意地摆了摆手，萧炎无所谓地笑道：“当初加列壁还是一位大斗师呢，还不是被他搞得家族败落。”见到萧炎这模样，小医仙也只得点了点头，不再说话，转过头指挥着蓝鹰对着大山之中飞掠而去。鹰背之上逐渐地陷入了平静，两人都在缓缓回味着先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刺激。嘿嘿，小家伙，不错，竟然能够以如此微小的代价脱离那种险境，实在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就在萧炎闭目回气之时，药老满意的笑声忽然的在心中响了起来。听着药老终于开口，萧炎撇了撇嘴，心中哼道：“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哈哈，小家伙怨气挺大，不让你亲身经历这种险境，如何才能爆发？药老大笑道：“而且先前脱去束缚的感觉如何？还不错。”摸了摸鼻子，萧炎淡淡的道：“嘿嘿，想不想报仇？”药老的笑声犹如一只奸诈的老狐狸，充满着诱惑。“你什么时候见我吃了亏，没要回来过？既然那王八蛋想要我死，那我又怎能让他好过？”萧炎微笑道，眼瞳中却是掠过一抹阴冷的森然。“那小姑娘的话你也听见了，狼头佣兵团的团长是一位2星斗师。”药老笑道：“所以你想到报仇，那便必须把自己迅速提升成一名斗师。当然，这段时间我会在魔兽山脉潜修，不管老师是用何种艰苦的修行方式，我都会坚持下去。”萧炎耸了耸肩：“哈哈，好，既然你有这决心，那我会用最快的办法，让你毫无后遗症的成为一名斗师。”听得萧炎这话，药老顿时乐了起来，看来仇恨还真是促人上进的最好良药。夜空之上，巨大的蓝鹰缓缓地盘旋而下，最后收拢翅膀的在一处山顶上降落了下来。下面便是采药队的所在了。你既然不回去，那我便把你放在这里吧。等到天明后，你便自行离去，行吗？望着下方的篝火，小医仙转头对着萧炎微笑道：“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对着小医仙抱了抱拳，冷笑道：“那我们便在此分别吧，下次见面或许便得等很久时间了。”雪白的下巴轻点，小医仙略微迟疑，最后从怀中取出小袋药粉，将之递给萧炎。这些药粉虽然药力不算大，不过却也能勉强防身。接过略微带着体温的药粉，萧炎心头有些感动。说实在的，他与小医仙不过是萍水相逢，而且自己还死皮赖脸的抢了人家一半的宝贝。虽说在逃离的时候救了他一把，可那种时候只要是个男人，或许都会如此做。摸着鼻子笑了笑，萧炎微微点头，对着小医仙扬了扬手，转身对着黑暗的森林之中行去。再见吧，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会去把那破佣兵团给端了，算是给我俩出口气。呵呵，我等着。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小医仙笑盈盈的道。目送着少年的背影缓缓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小医仙方才收回视线，将头转向下方的营地，淡淡的轻声道：茉莉，你给我等着吧，女人的记仇程度可远远要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高。冷笑了一声，小医仙再次跃上蓝鹰，然后缓缓地盘旋而下，最后消失在黑暗的夜空之中。寂静的夜缓缓地消逝，清晨的第一抹晨絮从天际洒落，照射在了白色帐篷之中。当小医仙从睡梦中苏醒过来时，听着帐篷之内的骚乱以及那让得他恶心的熟悉声音，红润的小嘴缓缓挑起一抹冷意，慵懒地从床榻上行下，换好衣衫，然后缓缓地行出帐篷。帐篷之外，7、8名佣兵正严实地守在门口。此时这些佣兵正满脸肃然地把一名青年拦在外面，当见到小医仙出来后，都是赶忙对着小医仙行了一礼。哼，木力少爷，大清晨你怎么闯我的帐篷？对着那几名佣兵微微一笑，小医仙偏过头，冲着那脸色有些不甚好看的木力含笑道：哼，没事，只是时间不早了，想过来叫小医仙启程。目光在小医仙身后扫过，木力眉头一皱，旋即笑道。微微点了点头，小医仙挥手将几名佣兵遣开，上前2步，微笑着看着木力：木力少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真是好手段啊，可惜螳螂太狡猾了。木力笑了笑，笑容中泛着阴冷，目光再次扫过小医仙身后的帐篷，淡淡的道：我也知道你回到了这里，便奈何你不得，不过我的目的也不是你，交出萧炎，我不会再为难你。他走了。摊了摊手，小医仙笑道：走了？眼瞳一缩，木力脸色越加难看。你不会以为他会傻的还会营地吧？嘲讽的一笑，小医仙望着周围已经起床的佣兵，这些佣兵是他的屏障，只要有他们在，木力便不敢对他出手。混蛋！低声骂了一句，木力深吸了一口气，诅咒道：进入了魔兽山脉，他会死得更快。没有理会他的谩骂，小医仙红润的小嘴微翘，美眸中满是讥讽。小医仙小姐，药草差不多都已经齐全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一名万药斋的采药员快步走上来，对着小医仙躬声道：启程吧。小医仙微笑着点了点头，美眸在营地中扫视了一圈，忽然柔声道：各位，狼头佣兵团因为出了点事故，所以我想请各位代替一下他们的近身护卫一职，不知可否？听着小医仙此话，满场佣兵先是一愣，旋即猛然丢下手中的东西，急忙对着小医仙兴奋地涌过来。望着那笑盈盈地安排着佣兵队伍的小医仙，木力嘴角微微抽搐，他知道这是小医仙在防备着他。将贴身护卫分配好之后，小医仙回头望着还停留在原地的木力，微笑道：木力少爷，萧炎在离开的时候让我代送一句话，只要让他交出在山洞中的所得，我可以不计较他打伤我的事。木力冷笑道：哼，木力少爷，你错了，萧炎让我告诉你，他会回来的。温柔一笑，小医仙轻声道。眼瞳紧缩，木力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眉宇间充斥着杀意，半晌后方才阴冷地点了点头：好，只要他能在魔兽山脉中活下来，我等着他来报仇。说罢，恨恨地一甩袖子，带着几名手下离开了此处。望着那离去的木力，小医仙俏脸上的笑意逐渐熟练，美眸中同样掠过几缕冷意，先只掠开额前的青丝，忽然地抬起头，望着身后那处高高的山尖。晨光的照耀下，山尖上似乎隐隐有着少年的身形矗立着。站在山顶，望着那启程离开的佣兵队伍，萧炎扭了扭脑袋，手掌缓缓紧握，冷笑道：王八蛋，给我等着吧，昨晚的事小爷会牢牢记着的，下次见面我要你加倍的偿还。深吸了一口清晨的清爽空气，萧炎豁然转身，背着黑色巨剑，再不回头地对着密林之中行去。他知道真正的苦修现在开始了。空气清新的森林之中，萧炎趴在一处草丛之中，身体之上的枯叶将他伪装得严严实实，呼吸努力地压制最低，气息也是完全收敛，身体犹如磐石一般动也不动，一双目光
透过草丛，死死地盯着正在对着这边缓缓走过来的一头红色巨狼。今天已经是萧炎与小医仙分开的第2天时间了，2天时间中，他一直在对着魔兽山脉内部进发。按照速度，他现在应该已经算是处身于魔兽山脉的中围位置。2天时间，萧炎遇见了不下10次魔兽的攻击，其中有2次获得了胜利，其他几次每次都是以落荒而逃结束。然而虽然逃跑了很多次，不过在与魔兽的亡命战斗中，倒也是让得萧炎身上多出了几分真正的血腥之味。2天以来，萧炎一直在寻找着要老所要求的修炼场所，不过却都未找到符合其心意的地方，所以他只得四处奔波，冒着被各种魔兽袭击的危险，小心翼翼地生存着。萧炎面前的红色巨狼是一头成熟期的一阶火狼，论起实力来，足以堪比人类的6星斗者实力。在前几次与魔兽的战斗中，萧炎便是遇见过一次，不过因为背上重剑束缚的缘故，最后落得个狼狈逃窜的局面。手指轻轻地触着地面，萧炎望着那几乎已经近在咫尺的红色巨狼，身体猛然微微弓起，略微停滞瞬间之后，犹如拉开的弓弦一般，闪电般的从草丛中爆射而出，顿时枯叶洒满了天空，然后缓缓飘落。身体穿过飘落的枯叶，萧炎身体略陷在巨狼身后，拳头紧握，携带着凶猛的劲气，重重地砸在了巨狼腰部位置。八级崩！心头的低喝声刚落，巨大的劲气便是让的巨狼一声呜咽，身体在地面上狠狠地查出了10多米距离，方才撞在一棵树干之上，四脚抽搐了一番，终于是不甘地软了下去。脚掌重踏在地面之上，萧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长时间的匍匐让得他手脚有些发麻，扭了扭脑袋，快步上前，取出腰间的小匕首，将巨狼头部切开，顿时一枚小小的红色晶体陷进了眼内。魔核。望着这枚红色晶体，萧炎一愣，旋即欣喜地将之取出，毫不介意其上的血腥，在身体上查了查，这可是2天来他的第1笔魔核收获。将魔核取出之后，萧炎随意地将狼尸丢在一边，抬头分辨了一下方位之后，然后健步如飞地对着一处隐隐有着水声传来的地方飞奔而去。身形敏捷地穿过树林间的重重荆刺，萧炎在急行了片刻后，面前视线骤然开阔了起来，轰隆隆的瀑布声音让得他满脸狂喜。钻出最后一棵巨树的阻拦，萧炎望着出现在面前的景象，忍不住地深吸了一口气。在萧炎的视线之内，一条巨大的瀑布宛如银色匹链一般，从高高的山峰之上怒砸而下，水流砸在巨石之上，水汽弥漫天空。在瀑布的2旁是有些陡峭的山壁，山壁上一个个天然形成的山洞，让得萧炎喜出望外。只要在这些山洞口堆上一些石头，便能将魔兽拒之门外，再也不用担心在修炼醒来后会发现身旁盘踞着一条凶残的毒蛇了。终于找到最好的修炼之所了，张开双臂，萧炎深嗅着那股弥漫水汽的空气，喃喃地笑道。摸了摸鼻子，萧炎手掌一转，2卷卷轴出现在掌心之中，这2个卷轴便是萧炎在山洞中的所得。前2日因为身处险境，萧炎一直没有时间细细观看，如今有了安身之地，终于是能够开始放心的研习了。